多宝道人亲自出手，在袖中拿出了一只灵宝级别的玉盒，在其中挑选了9只品相最好、年份最高的蟠桃装入玉盒。随后多宝道人手一挥，这么好吃的桃子怎么能不送去三仙岛？三霄师妹可是咱们截教的顶梁柱啊！海神，走吧，劳烦你再跟贫道跑一趟。李长寿这了半天，最终也只是笑着答应了下来，带上玉盒，与有些蒙圈的龙吉跟着多宝道人一同朝着三仙岛而去。路上，龙吉只见某位传闻中的截教大师兄跟海神凑在一块儿，不断的小声嘀咕着什么，还时不时发出一阵嘿嘿的奇怪笑声。到此时，龙吉也只是震惊，主要是震惊于海神人脉之广。又半个时辰后，等他们抵达三仙岛，见到了久负盛名的截教三霄仙子，龙吉眼底只剩下震撼。这位云霄仙子当真是这世上应有的人吗？这还不是重点，海神跟这位云霄仙子单独在林中散步，闲谈说笑，这又是哪般情形？云霄仙子还亲手剥了颗蟠桃递给了海神，而海神嘴上说着这只是化身，吃了也没太多口感，但身体却很诚实地接了过来。海神跟多宝道人，海神跟云霄仙子。龙吉抿着小嘴儿，站在角落中，听着旁边另外2位大佬级仙子说笑玩闹，默默地拿出玉符，记录下了此时的心境。与此同时，9重天阙，大赤天，云雾迷蒙缥缈，仙光各处环绕，无物无神无仙无灵，所余唯有玄妙。而在这云雾深处，一方小小的道观中，大法师在道观的小店门口正襟危坐，面带微笑，总有一种不装嫩的乖巧感。不多时，大法师对着店内小声道：老师，您看弟子刚才的提议如何？时机？老师在等什么时机？兜率宫宫门前，大法师站在台阶上静静而立，想着此前在太清观中与老师的简短交流。我是去找老师请命，正是收李长寿为徒的，可老师开口只说了句时机未到。换而言之，老师已决定要收李长寿为徒，但却在等待一个时机。这还能有哪般时机？不就是直接一道圣人法旨的事吗？为什么感觉背后还有颇为复杂的算计？大法师略微皱眉，推开兜率宫大门，回了自己固定的席位，也就是那棵老树下阴凉草地间。我身为人教大弟子，道门大师兄，如何不会筹谋计算？只是一时少动心念，懒得去算计罢了。大法师提了提衣袖，目中来了几分兴致。今日就让我好好的推演推算一番，老师到底在等哪般时机？长寿何时才能顺利迈入兜率宫中？于是大法师坐在树下，开始不断的掐指，不断的思索，时不时点头摇头，神情颇为认真，一直到眉头皱成了川字，大法师才缓缓松了一口气。放弃了，确实捉摸不透老师在算计什么。随他们去吧，知道老师已经有意收徒就好了。此事不宜告诉长寿，免得长寿因此心境不稳，且等老师下法旨，再给长寿贺喜便是了。大法师打了个哈欠，刚要将身形放归于自然，让心神交融于天地，小金小银就从远处哒哒哒地跑了过来。大法师，之前长寿师兄过来送来了一些蟠桃呢。蟠桃？大法师眉角一挑，看着小金小银打开的玉盒中那整整齐齐摆放着的6颗蟠桃，露出些许笑意。长寿也是有心了，得了好处还不忘送过来。你们俩拿去分了吃吧，莫要辜负长寿这般心意。小金小银赶紧点头，
将玉盒抱回了殿内，一路还打了几个嗝。这两个小家伙，偷吃都不去擦嘴的。蟠桃，海参，大法师喃喃道：莫不是老是要等长寿立下这些大功？若是这般，倒也不能着急。不过总觉得老师并未在乎龙族之事，还应是有其他考量。时机二字，当真太过含糊不清。罢了，想这般多总归无用。大法师伸了个懒腰，身形缓缓后仰，地上那浅浅青草在飞速生长交错，凝成了一张舒适的草床。对了，长寿正在做甚呢？大法师左手枕在脑后，右手在面前轻轻一点，太极图缓缓现影，阴阳双鱼转动间凝出了一幅画卷。哟，竟然去了三仙岛。一见此处，大法师顿时来了精神，画面缓缓推动，很快就看到了那两道正在林中漫步闲聊的身影。大法师的心底赞叹几声，赶忙挥手散去太极图虚影。就算是大法师的动作足够的迅速，云霄仙子依然有所感应，朝着空中看了眼。大法师仔细推算，发现自己的道运并未被云霄给捕捉到，这才是松了一口气。倒是真有你的小长寿，这般机会都不放过，拿着蟠桃就敢硬去三仙岛，又不是什么蟠桃灵根，也不怕人云霄师妹看不上眼。于是侧身翻躺，大梦入眠。三仙岛，云霄略微皱眉，缓缓收回投向斜上方的目光。李长寿笑道：怎么了？可是有人在窥探此处？云霄不由奇道：道友也察觉到了刚才那道气息。我修为浅薄，自是察觉不到的，只是在仙子的表情上读出了这般。应当是大师兄在看。云霄轻叹一声，也略有些无奈。让道友见笑了。送李长寿抵达三仙岛之后，多宝道人就借口回去为老师献桃，回返了缥缈之外碧游宫。李长寿笑道：多宝前辈潇洒不羁，性喜玩闹，当真也是天地间少有的人物。截教之内多性情之辈，比这洪荒其他地方多了许多人情味儿。修道路漫漫，有友相伴才是最幸运之事。云霄不由停下步子，略微转过身形，柔声笑道：怎的凡事到了你的口中都能寻到益善，又偏偏听的都这般有道理。林间光影婆娑，少许光斑落在她长裙上，多了几分活泼清乐。哎呦，仙子莫要折煞了我。李长寿不敢多看，只是笑道：不过是看待同一件事时可以有不同的角度罢了。再说结交着人情味儿，这是好事也是坏事。可是坏在了因果二字。便是因果二字。交情深厚者越多，就越摆不开这般因果。因果如网，已是将结教整个包裹了。云霄若有所思，稳妥起见，李长寿并未多提，点到即止，与云霄继续在此间漫步。云生云起云自没，潮生潮涨潮回落。三仙岛上的风景倒是不错，只不过李长寿并未能够记得太多。云霄也问他此次为何来金鳌岛，李长寿说起了龙族之事，以及自己在路上已拿到的多宝道人的一封手书。那手书上写了2个古字，是龙与天。接下来李长寿离开三仙岛后，还会去玉虚宫中拜访，希望能够寻到广成子，再求困与生2字。困龙升天。云霄轻声念着，这般笔气对龙族可有什么效果？若单是2位前辈的手书，或许还会起到一些反作用，觉得道门插手他们龙族之事。
但是此事若是小心运作，再配合玉帝陛下给的许诺，就能形成一股强压。洪荒虽大，3000世界虽广阔，但有道门三教表态，龙族躲无可躲。现如今玉帝陛下对龙族之事已失了耐心，要尽快得出结果。此时就不能任由龙族先解决完内部的麻烦，只能先让龙族立下名义，在内外配合，逐步整顿。林间，李长寿侃侃而谈，云霄仙子大多都在静静地听着，时不时也会轻轻颔首，或是主动地问询，相谈甚欢，左右皆闲。仿佛只是一个晃神儿，已来岛上1-2时辰。李长寿表达离意，云霄自送他出了三仙岛，而琼霄、碧霄也跑出来凑热闹，目中略带促狭，却也并未出言调侃，这有跪下警告啊！咱们走吧。李长寿对侧旁莫名有了一些拘谨的龙吉公主招呼了一声，龙吉向前飞来，跟在李长寿的身后，抱着拂尘，略微有些出神。取路南赡部洲，赶去昆仑仙山。一路行到了半途，龙吉总算是小声问了一句：海神，桃好吃吗？还可以。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龙吉吐着舌尖笑了笑，随后就有些怯弱。海神，龙吉可否问您一句，就凭您为何要来天庭相助我父亲呢？李长寿反问：那你说为何老君要在天庭相助陛下呢？龙吉不由一愣，隐隐觉得自己已经得到了答案，却又是如坠云雾，不知自己究竟明白了什么。李长寿轻笑了一声，继续驾云向前，并未再多解释，反倒是龙吉思索了一阵，拿出自己那一枚玉符，低头写下：海神拜访截教，人脉之广，交友之多，令人瞠目结舌，尤其是多宝道人前辈主动来寻，称兄道弟，不足贵。海神竟与云霄仙子相交莫逆，宛若知音知己，漫步山林，谈笑欢度，了不得呀，了不得！龙吉在。龙吉连忙答应一声，将玉符收回道袍的袖中。海神您吩咐。莫要让今日所见这些在天庭中流转。若父亲和母亲问起，那自是可说的。接下来先去拜访一位前辈，要去玉虚宫了。你切记，无论在玉虚宫遭遇到哪般情形，都不要出声，就在我的身后跟着。是。龙吉面色凝重地答应一声，他自是知道阐截两教因为教义不同，理念不同，两教仙宗经常会爆发冲突。龙吉见李长寿在截教之中如此受欢迎，甚至还是那大名鼎鼎的云霄仙子闺中密友，想必在阐教那边应当不会被打出来吧。龙吉毕竟还是少女心性，此时已经开始惴惴不安起来。然而接下来发生之事让龙吉有些应接不暇。他们先是去了中神州二仙山，寻到了麻姑洞，见到了一位镜面无须十分温厚的长者黄龙真人。李长寿也没有藏着掖着，直接说是为龙族之事而来，请黄龙真人出面讨广成子前辈的一封手书，并将多宝道人的手书拿了出来。黄龙真人问：只需广成子师兄写2个字？不错，最好是要留下广成子前辈的一缕气息，如此可以代表阐教的态度。那好办。黄龙真人满口答应，当下就带着李长寿和龙吉去了昆仑山。寻到玉虚宫拜谒广成子，黄龙真人不提李长寿来意，直接将这件事揽在了他的身上，将多宝道人所写的那2个字献给广成子。广成子含笑提笔，写下了困与生字。如此就可以了。
多谢师兄，多谢前辈。小事矣。广成子将手书叠好，用仙力送还到了李长寿手中，笑道：天庭本就是道祖所立，出些力自是应该。李长寿再三言谢，一旁的龙吉已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产劫两教对天庭当真有这么大的善意吗？龙吉自然是知晓的，这些不过是冲着海神的面皮罢了。待他们无惊无险离了玉虚宫，取道回返东海，龙吉拿出自己的玉符，默默地写下了一句：海神三教通吃，甚惊劫。李长寿带着龙吉抵达东海时，犀牛贺州灵山脚下一处深谷内的大阵中，几道身影站在一口宝池旁，同时出手，将一只尚未蝉蜕的金蝉缓缓沉入宝池底部。这几个人都是老道模样，各自穿着有些破旧的长袍。按灵山的规矩，袍子越破，在教内的地位就越高这是警惕自身，不忘西方贫瘠这般大事。在这几位老道身后不远处，几个角落各站着一两道身影，文静道人也在此处，正注视着宝池中的金蝉。因感同身受而有些悲痛的他，只差一点儿就在此地笑出声来。就听那几名老道言说：金蝉子废了，那海神竟有灭杀金蝉的实力，让文静他们都小心些，不要直接对海神出手，此人深藏不露。人教弟子藏而不露，所图不知为何。几人各自出声，几句言语之后就陷入了沉默。文静道人当真是有些惊讶了。海神亲手重创了金蝉子，打得金蝉子相当于轮回转世，这怎么可能？海神修为应该未到大罗境，而金蝉子是从远古厮杀下来的凶兽，同境界斗法堪称无解。金蝉子怎么差点就没了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而且话说回来，海神大人他不是文官吗？